本来想聊聊巴拿马战争，吐槽下美帝打着正义事业行动旗号的侵略战争，后来发现这场战争的性质，说白了就是美帝在自家后花园教训正处于叛逆期的孩子，教训完了，巴拿马还是那个巴拿马，没啥意思，还不如聊聊巴拿马共和国的独立过程，这可比巴拿马战争要有意思多了。不过要说巴拿马的独立就不得不先了解一下巴拿马运河，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不单纯只是巴拿马运河归属巴拿马政府管理这么简单。说的直白点巴拿马共和国之所以能够独立，就是因为巴拿马运河的存在。这一点早在遥远的殖民时期就已经有所体现了。那个时候的巴拿马运河还没有挖出来，更不是当前世界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2条水道之一，只是一条连接太平洋殖民地和宗主国西班牙的交通枢纽。之后到了15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大幕的逐渐拉开，西班牙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提出了要在巴拿马地峡挖运河的主张。但是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空有财富的西班牙也只能将这个计划无限期搁置。之后到了19世纪，巴拿马地峡不知道咋的就落到了一个年轻的小国哥伦比亚共和国手里。但是一个穷子打破了哥伦比亚开凿运河的梦想，无奈之下只能把这个希望寄托给民间公司，同时自欺欺人地提出不允许外国政府介入。也不想想你一个国家都办不成的事，单凭民间公司的实力怎么可能办成呀？没办法，只能把这一条给去了。同时提出了一个共同保证运河未来中立地位的条件。这次总算是有回应了。1846年，哥伦比亚喜滋滋地跟美国签订了为期20年的彼得拉克玛丽亚里诺条约，由美国保证巴拿马地峡地带的完全中立，且保证哥伦比亚政府拥有巴拿马地峡的主权和财产权。同时，美国的船只、商品以及美国公民也同样获得通行权和过境权，享有哥伦比亚公民所能享有的同等权利。是不是感觉这份合约双方各有付出，也各有收获，而且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如果你真的这样想，那你可就错了，犯了跟当时哥伦比亚政府一样的错误，都忽略了哥伦比亚政府事实上的弱国身份。年轻的哥伦比亚共和国终归还是太年轻保证了巴拿马地峡完全中立又咋样？美国当时的对外扩张战略就注定美国不会使用暴力和强权这样的旧有殖民形式，人家也看不上或者说当时不论是美国自身的实力限制，还是国际独立意识觉醒的时代大背景，都注定美国不会使用这样的形式去扩张，而是有更新的套路，参考美国针对夏威夷王国的吞并，利用经济文化入侵这样的新殖民主义手段去温水煮青蛙，忽悠他们自己加入美国，不香吗？条约上美国公民享有哥伦比亚公民所能享有的同等权利这一点就是美国留下了后门。条约签订后，如潮水一般涌入巴拿马地峡的美国游客、投资人就是证明。这些人对巴拿马地区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和文化影响丝毫不亚于一场侵略。但要说让美国完全照搬老套路去侵占巴拿马地峡的话，美国当局还真不敢。一来条约上有限制，巴拿马地峡地带的中立是不能被打破的，一旦被美国侵占，那就是美国违约，条约自然就不成立了。二来盯着巴拿马地峡潜力的可并非只有美国一家。当时的英、法和西班牙等欧洲列强也都在盯着巴拿马，不管是谁起了独占巴拿马地峡的心思，肯定都会遭受其他列强的共同针对，保不准就会上升到武力层面。这个风险美国可不敢承担。不过也不用担心美国侵占巴拿马地峡的计划走进了死胡同，如果那个后门那么容易被发现的话，美国早就没了。自从1846年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就一直在等一个哥伦比亚政府主动将巴拿马地峡割让给美国的机会。1856年这个机会来了，一场西方版你这瓜保熟吗上演在巴拿马火车站。一个美国公民在火车站买西瓜时跟摊主发生了纠纷，拒绝付款，并逐渐上升成肢体冲突。巧的是，围观的巴拿马人和美国公民情绪都很激动，一言不合就要上前助战。更巧的是，这些人都携带了枪支弹药，冲突再次升级，演变成一场持续数小时的枪战。不管是美国公民还是巴拿马人，都有不小的伤亡。当时的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就以这个事件为理由，对哥伦比亚政府提出了警告，要求赔偿美国公民的损失，不然美国将立即占领巴拿马地峡。对此，哥伦比亚政府当然是拒绝的呀。美国公民在巴拿马向巴拿马人开枪，然后巴拿马还得逆来顺受去赔偿美国公民的损失，还有王法吗？就算哥伦比亚政府再傻，也不可能看不出来，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独占还没有建好的巴拿马运河。所以在彼得拉克玛丽亚里诺条约期满后哥伦比亚政府就把修建运河的目光瞄向了欧洲大陆，并很快选择了曾开凿过苏伊士运河的法国洋基运河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虽说这样一来，美国独占巴拿马地峡的意图就被打碎了，但还远远达不到替美国出局的程度。不过这次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了接盘侠法国的身上。法国错误估计了巴拿马运河工程的难度，都挖了4年了，
工程都完成了1/3，才发现巴拿马运河两端水位高低不一样，想要修改计划无异于全部设计推倒重做，整个计划的预算更是会超出原计划1倍以上。在此期间，美国也没闲着，一边另外组织了一个巴拿马运河工程临时协会，向洋基运河公司施压，另外一边又时不时派出2艘巡洋舰就在哥伦比亚港口晃悠，炫耀武力，意图在巴拿马地峡建立海上军事防卫据点。哥伦比亚已经吃过一次亏，自然不会上这洋当，但这时候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猥琐发育的美国了，已经正式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明着不行那就来暗的。借英国深陷布尔战争泥潭的空当，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英国的支持，或者说排除了英国所可能造成的干扰。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巴拿马运河工程的承接方洋基运河公司，因为经营不善，早就于1889年破产了。虽说法国政府牵头另外组了一家公司接手，可这家公司同样没能如期完工，甚至还得赔偿哥伦比亚500万法郎。就在这时，一直在哥伦比亚找不到突破口的美国找上门来了，通过对法国政府的施压以及制造公众舆论等等手段，于1901年以4000万美元的代价收购了这家公司以及巴拿马运河的租让权。剩下的问题也是唯一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保证巴拿马运河工程的顺利开工。可巴拿马地峡的主权是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又十分不待见美国，怎么办？对美国来说，这个我熟啊，哥伦比亚不待见不要紧，巴拿马待见就行。1830年加入哥伦比亚，从一个独立的国家成为哥伦比亚一个省的时候，巴拿马就不怎么情愿。之后彼得拉克玛利亚里诺条约的签订，又让无数巴拿马人觉得哥伦比亚出卖了自己的利益。可另一方面，伴随着大量美国游客以及投资人的涌入，巴拿马又实打实的在受益，而这一切好处的来源都是来自于还未开凿成功的巴拿马运河。本来是法国在开凿运河，虽说进度缓慢，一度停工，但起码希望还在。可现如今运河的开凿权落到了美国手里，哥伦比亚又十分敌视美国，不愿意美国介入，直接就把无数巴拿马人的梦给打碎了。这可还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哥伦比亚政府无法干扰到巴拿马运河的修建，而排除哥伦比亚参与巴拿马运河最好的办法就是巴拿马宣布独立，拥有自己的主权。俗话说得好嘛，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一个奇怪的利益共同体就这么组建成功了。这个时候都不用美国自己去挑拨的，1846年条约埋下的伏笔也就派上了用场。希望独立的巴拿马人自己就找上了美国的大门，有着足够强的实力，又有着共同的利益，等待多时的美国当然不会拒绝。就这样，7个巴拿马人，4个美国人，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策划了巴拿马独立起义，并首当其冲成了第一个承认巴拿马共和国主权的国家。借着这个机会，美国也跟巴拿马签订了美马条约，以保证巴拿马独立为代价，永久占领了巴拿马一块面积1432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享有一系列垄断特权。这片土地就是巴拿马运河区，一块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看似你情我愿啊，其实巴拿马独立过程中的每一步，又何尝不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自己的国家成为其他国家的傀儡。可巴拿马的独立靠的是美国，虽说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真正的独立，但独立后的安全还得靠美国来保障，否则必定被哥伦比亚所针对，拿人手软，只能接受这份不平等条约。这点从巴拿马独立后巴拿马人民为了收回运河主权所做出的一系列艰苦斗争当中就能看出一二。但1846年条约签订后，美国资本的入侵，大量美国游客远道而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尤其是美国这个越来越强且扩张态度强势的强国地位，都让当时的巴拿马政府不得不继续保持现状，将斗争交给人民。我是大木，关注我，你不亏。我们下期再会。